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明明长得很像，却一个惊艳，一个路人脸，问题出在鼻子上。娱乐圈有不少撞脸的明星，乍看五官比例、脸型等有点相似，但细看一下，会发现他们各个部位的细节或气质差异较大。有人精致又耐看，有人拍摄时却很挑角度，有人灵气十足，有人钝感满满。而对比了几对明星后，小鱼发现差异主要来自于鼻子。01赵丽颖 vs 袁冰妍。自从袁冰妍凭借琉璃走红后，总有人说她和赵丽颖长得有点像。两人的妆容、造型风格确实比较相似，看起来都温婉又甜美。精修状态下的两人，五官比例、面部轮廓确实有几分神似，但离开美颜和滤镜，袁冰妍的长相跟赵丽颖还是有差距的。他们几年前就一起合作过《老九门》，那个时候可没人说袁冰妍长得像赵丽颖，因为这两人的五官细节差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赵丽颖是圆脸、杏眼，袁冰妍的眼睛就有点小，脸型也偏长。不过差距最大的还是两人的鼻子。赵丽颖的鼻子堪称娱乐圈屈指可数的美鼻之一，正面看小巧秀气，鼻头不大，鼻翼也不宽；侧面看低山根、高鼻梁，鼻尖微翘，一下就提升了面部立体度。眉眼衔接得很自然，呈现完美的 S 型曲线，一眼看过去就是吸睛点。但长相清秀的袁冰妍却被巫婆鼻拖累了颜值。正面看鼻头又宽又扁，鼻子整体有点略长，跟秀气的眉眼、薄唇有点不搭。侧面看驼峰非常明显，鼻尖圆钝，鼻头看起来有种往里凹的感觉。就算是精修状态下，驼峰也非常抢镜，一旦没找好角度，鼻子就会有点突兀。不过他出道多年都没动过鼻子，自然又有特色，在千篇一律的网红脸中很有辨识度。02周迅 vs 任敏。主演了《悲伤逆流成河》《我真的讨厌异地恋》等电影的任敏，是风头正劲的95花之一。有不少网友说，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点周迅的影子。任敏确实也比较有灵气，有故事感，适合演文艺片。但周迅年轻时的美貌，明显还是比她高出不止一个档次的。任敏皮肤白皙，眉清目秀，笑起来也很甜美，但她的大鼻子实在是太抢镜了。鼻头圆钝，鼻翼肥厚，鼻骨也比较粗，整体看起来比较扁平。再加上她的眼睛、嘴巴都不算大，这个几乎占面部1/3的鼻子，就很难让人忽视，总会忍不住被她的鼻子吸引。好在鼻子侧面看还不错，山根较高，鼻梁挺直，面无表情时鼻型还是很优越的。但相比之下，周迅的鼻子就精致很多。常有人说周迅最美的地方是灵气十足的大眼睛，其实她的水滴鼻也很漂亮。正面看不大也不小，鼻梁纤细，鼻唇沟优越，也有明显的海鸥线，鼻翼与眼间距同宽，是非常标准的比例。侧面看不算非常立体，但线条平滑，鼻基底饱满，小巧又精致，赋予了她得天独厚的少女感。有如此秀气的鼻子，才能在镜头前360度无死角。03李沁 vs 孙怡。李沁和孙怡也常被说长得像，两人的五官比例乍一看确实相似，只是一个清冷倔强，一个甜美可爱。相似的长相，截然不同的气质，主要是因为两人面部的精致度不同。李沁脸庞清瘦，下颌线明显，还有个标准的直鼻，鼻头偏尖，鼻子整体骨骼感较强，侧面看精致又立体。在光影效果下，她的鼻型非常优越，弧度完美，精致小巧。正面看鼻梁也很纤细，鼻子挺而俏丽，不惊艳也不拉胯，衬托出了眉眼的精致。
而孙怡脸上明显更加有肉感，模糊的下颌线很显幼态，但苹果肌饱满，所以笑起来很甜。只是因为有个略塌的鼻子，孙怡跟李沁比起来，显得甜美有余，美艳不足。她的山根很低，鼻梁也不高，侧面看比较扁平，正面看比小柱下垂，鼻翼宽，鼻孔也较大，鼻头处总有模糊成一坨的感觉。做表情时，鼻孔也有点外翻，算是她脸上难以让人忽视的硬伤。不过，这种略塌的鼻子和她圆钝的五官、脸型搭在一起很合适，整体看来美得毫无攻击性。04黄轩 vs 吴昊辰。文艺片男神黄轩的气质很内敛，自带书卷气，很适合演翩翩君子。小眼睛、单眼皮的他，五官算不上精致，脸型轮廓也中规中矩，但他有个又高又挺的鼻子。虽然鼻翼略宽，鼻头也有点大，但整体形状还是比较精致的，让他略显寡淡的脸上有了辨识度和故事感。侧面看更是鼻子直挺，山根低，鼻尖高，呈现标准的直角大三角形，鼻尖角度大约60度，鼻、唇、下巴也在一条线上，简直是教科书版标准美鼻。而这样的鼻子整是很难整出来的，少一分会显单薄，多一分则显粗糙。被称为低配版黄轩的吴昊辰，就输在了鼻子的精致度上。吴昊辰在《欢乐颂》中饰演过邱莹莹的男友应勤，剧中邱莹莹就说他长得很像黄轩。同样是单眼皮，嘴巴较大又略瘪，乍一看确实有点像，但在镜头里远不如黄轩亮眼。问题就出在了他的鼻子上，他的鼻梁不算很高，鼻头又大又宽，整体有种略显粗糙的圆钝感，搭配上其他平平无奇的五官，就是一张辨识度不高的路人脸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好鼻子就是提升气质的利器。05张若昀 vs 胡彦斌。张若昀饰演爽文大男主之前，总有网友把他跟音乐才子胡彦斌搞混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人，放在一起对比确实有点相似之处，比如同样都是单眼皮、厚嘴唇，面部线条较平整。但这两人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胖瘦有无下颌线，而是五官细节差异大，尤其是鼻子的精致度。张若昀的鼻梁挺直，鼻尖虽不精致，但整体高度是足够的，而且他的山根也比较高，跟饱满的眉弓搭配在一起，呈现出了错落有致的美感。耐看又立体的鼻子，为他增添了几分清俊，无论古装还是现代装都能完美驾驭。相比之下，胡彦斌的鼻子就又大又宽，山根处也比较塌，整体形状扁平，颜值大打折扣。不过胡彦斌混圈也不靠颜值，所以鼻子好不好看影响不了他的人气。06杨洋 vs 邢昭林。杨洋是娱乐圈公认的帅哥，观众或许能从他的演技上找出问题，但难以从他脸上挑出毛病。出演过《双世宠妃》的邢昭林，曾被说过长得像杨洋，但仔细一看，这不是登月级碰瓷吗？杨洋的长相优势并不在于五官多精致，而是骨肉匀称，有起有伏的立体轮廓。除了流畅的面部线条、清晰的下颌角，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挺的鼻子。从侧面看，他的眉心至山根都有鲜明的高低落差，鼻背、鼻尖的线条就像画出来的一样锋利干脆。通常男性的高鼻梁很容易显出钝感，但他的鼻子挺拔又不失秀气。正面看鼻骨不算过分纤细，但宽度也没有超过眼间距，鼻头形状清晰而精致。这样的鼻子让他既有少年感，又不失男性的英俊，足以撑起整张脸的立体度。而邢昭林的鼻子就很路人了，虽然他的面部线条也很流畅，眉骨也不低，但鼻子比杨洋小了不止一个号，显得侧脸非常扁平。正面看鼻子又小又短，特别显脸大，难以让人找到视觉焦点。
虽然没啥明显的硬伤，但小鼻子小眼，顶多算清秀路人脸，没有大帅哥的气场。俗话说，面部一枝花，全靠鼻当家。很多时候，神颜和普通美女帅哥就差在了鼻子上。鼻子的高低、大小、鼻头的精致度，都会对颜值产生很大的影响。